阿里巴巴跌到这么低了，能撈底了嗎？ Chief 爸爸，騰訊派京東，點睇京東啊？ Chief Baba, how do you see the Singapore Shopee Company, the SEA now? 好像已经跌了10倍多了。Is it a good time to buy now? Steady 吗？很多网友来问我，电子商务在2022年可以撈底嗎？我今天會給大家分享我對3個電子商務的龍頭。阿里巴巴、京東和新加坡的公司 C， 我的看法啊，到底他們可以撈底了嗎？還是要繼續觀察一下，不要這麼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留意到我的視頻的話，那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因為我在這裡呢會定時分享我投資了28年，如何在股票市場裡面不斷賺到買樓的資金，在香港做到年年買層樓，10年賺1億的一些心得和一些技巧啊，特別是如果有一些事情發生了，新聞發生了，我會在這裡給大家分享的啊。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電子商務電商這個板塊現在值不值得留意。我個人覺得呢，電商板塊啊，無論是阿里巴巴、京東或者是 C， 從高位都調整了很多很多，但是我覺得長遠來說，人是用網購啊、電子商務來購物啊，這是個長遠的趨勢，不會回頭了啊。特別是我們如果看年輕人的話，他們已經習慣了在網上購物，所以這個趨勢長遠發展下去，特別是物流payment 啊，付款這些輔助的 supporting technology 都開始成熟的話，不光在中國內地，在東南亞啦，在南美洲啦，在印度啦，都會慢慢的用的人呢會越來越多了啊。所以長遠來說呢，我覺得這是一個看好的一個成熟期了。而且還有一點呢，這些龍頭巨頭啊，雖然現在是反壟斷，但是他們在規模效應上的優勢，他們的技術上的優勢和他們累積的客戶，使到新的競爭者呢還是難以競爭的，他們有他們的自然的一個競爭優勢啊，所以在未來呢，長遠來說還是看好的啊。當然短期內在中國內地因為有反壟斷啊種種原因啊，包括有其他的一些監管措施出來，京東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他們的股價都從高位跌了很多。SEA 這個股票呢也是最近也跌了不少啊，所以我覺得現在留意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那好了，講到具體的公司了啊，第一個阿里巴巴啊，它在中國內地無可否認是一個電子商務的龍頭，在東南亞呢其實它也不差，它是做到第2位，它的 Lazada 在東南亞呢也是僅次於 SEA 的旗下的 Shopee， 但是用 valuation 啊，用這個估值來看的話呢，相對 SEA 還是在虧錢的，那阿里巴巴怎麼說也是在賺錢的啊，他們的 valuation 相差不遠，但是一個是賺錢的公司，一個是虧錢的公司，一個是還有中國內地這麼大的一個市場，還有其他的 subsidiaries 其他的業務，相對 SEA 來說呢，現在這個估值啊 valuation 來說呢是相對便宜的啊。那它從高位的320多塊跌到了現在113塊呢，很多人都覺得哎呀要撈底了，或者是太早撈底了，現在都是繼續往下走了啊，坐田了啊，被綁住了，怎麼辦呢？我個人覺得呢，最差的時候阿里巴巴呢可能已經去掉了啊，但是它的風險是它因為是樹大招風，它的業務板塊太多了，而且呢馬雲也好，阿里巴巴也好，是個著名的個人和企業啊，所以我們會特別留意有沒有規管啦，有沒有不好的新聞啊，特別在現在今年來說啊，大家對這個市場還是有恐懼的情緒，什麼都有一個疑神疑鬼的風聲血淚的一個環境下呢，任何一些消息出來，對阿里巴巴的股價也會有一些影響啊。像是最近阿里雲因為技術上有些問題，使到中國的一些合作方呢停止阿里雲6個月的這個合作關係啊，這個可能是本來啊一個很普通的商業上的，雖然不是太好，但可能在做生意上面有些技術不到標啦，那個客戶暫停你的 service 6個月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啊。但是對阿里巴巴來說呢，
给它已经是这个很惨的股票再贴多了一脚，再下去了一点所以阿里巴巴现在的股票也是接近这么多年来的低位也低过它的上市价格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便宜的公司了，会不会已经到了底没有人能够讲到，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阶段了不好处就是刚才说了，它是个龙头，树大招风。如果你是个非常长远的投资者，又没有更加好的更加进取一点的一些公司的话呢，阿里巴巴长远来说有可能会是一个价值股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成长股了，是个价值股。从成长股到价值股中间有一个迷失期，成长股的时候它的 PE 它的 price to book price to sales 这个比率都会很高，那时候人家买的是一个愿景，买的是个概念，买的是它的成长这个时候这帮人现在慢慢都走了。那价值投资法呢，他们看的是要 dividend， 他们看的是要 price to book 的 discount， 他们要看的是 PE 要很低的。这帮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进来或许已经慢慢的进来了我们看到 Charles Munger 已经买了，对吧？但是呢进来的价值投资者还不够去承接那些增长股 growth investor 离开的抛售的股票所以我看到这个股价不断在下来。 OK， 那展望未来今年的双11呢，阿里巴巴呢增长也是放缓了特别是跟京东比较呢，它是比较慢了。为什么呢？它的分母大，做了已经这么大了，对不对？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已经到了饱和的时候了很多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在淘宝购物了，再要它像以前那样的3位数的增长的话，那有点难了，对吧？说完了阿里巴巴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京东很多人就把京东和阿里巴巴来做个比较，其实两个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两个有什么不同阿里巴巴是个平台，就是它的天猫淘宝很多都是人家的商店在上面开个店，或是那些商家的他们收到了订单之后直接卖给这个客户收款，然后呢给这个平台一个平台技术维护费或者是广告费，对吧？所以相对来说呢，阿里巴巴的毛利率呢会高很多。到了京东呢，它是个自营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京东去买东西，其实发货那个是京东本身的它的销售成本会高很多，它的毛利率呢作为一个比率来说呢会低很多所以我们不能把阿里巴巴和京东他们的财务数据来做个比较，这是一个 apple to orange， 不是一个好的比较，不能这样比较的。 OK， 那我们看京东的模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是直营店它在质量和服务的保证方面呢，能做到给消费者有更高的保证，大家对它的服务还是更加满意的那它有什么不好处呢？不好处就是相对它的成本会高很多，包括它的物流也要自己来送。阿里巴巴是用了第三方的快递通过那个菜鸟来统筹，京东呢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所以京东整体来说呢成本要高很多，所以它的毛利率低了很多在现在呢，它虽然是赚钱但是它的这个利润率net profit margin 是相当低的那未来随着它的再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会不会有规模效应？会不会它改善它的这个毛利率和利润率呢？我们拭目以待。那好了，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呢，使到京东的股价呢也调整下来，跌了一下就是京东其中有一个大的投资者腾讯最近呢会用实物派发股息的形式，把手头上的京东的股份派给腾讯的投资者。那这样一来呢，京东的股价是一天之内跌了10%左右，现在虽然回去了一点，还是跌了几个%使到今天的京东的股价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腾讯的股东收到了这些京东的股份之后，有一些股东呢一定会抛售的，因为他们买的是腾讯，他们未必想要京东，对吧？突然多了京东的股票，他们可能会抛售出去，在这个情况下，京东的股价会受阻所以短期内京东的股价会受影响如果你是个长线投资者的话，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是个机会，要密切留意一个好的买入的时机，好吧？那最后呢，给大家讲讲新加坡公司 SEA 在美国上市的号码是 SE这个公
公司呢，今年一直是涨了好多，最高是涨到了372块，涨了1倍多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它其实它有3个板块的业务有一个是游戏有一个是 online payment C money 还有一个呢是电子商务Shopee。其实大家想想，它可能是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混合体它有腾讯的游戏的部分它也有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的部分然后呢，它还有腾讯和阿里巴巴的 payment 的部分。所不一样的呢，它主要的市场是在东南亚，其次还有南美洲，最近也进入了印度，那它就不受中国内地的反垄断的调查和监管所以它今年的股价还是比较高的。最近呢，从372块跌到了200块这个幅度也是蛮大的，已经超过40%了无可否认，当370块的时候是比较高的，当时我们自己也做了研究之后觉得太贵了，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舍得买。但是现在跌到了200块呢，我要开始留意了那它的好处就是它在东南亚市场里面是做到 No.1， 它的 Shopee 要比阿里巴巴的 Lazada 还要market share 要大。那它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它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亏本的它不断的进入了新的市场，要不断的去开拓新的市场的话，成本很高，所以它到现在还是在亏本的。如果股票市场突然之间不好了，美股有调整了，它这个融资渠道没有了之后呢它这个资金链有可能会断不像阿里巴巴和京东已经赚钱了，可以靠赚的钱来支持它未来的业务的发展C 到现在为止还需要这个 equity market 来支持它的这个业务发展，所以它在营运层面那一方面来看呢，它的风险要比阿里巴巴和京东要多因为它还是要依靠这个资本市场。那我个人觉得这3个股票都可以留意一个买入的价格那怎么留意呢到最后我用的是选股5部曲一套系统就是第一个看牛熊周期。那美国有可能在2022年有一个调整所以我们也要密切留意不要去高追这些股票，等待一个调整机会第二个呢，行业板块我觉得电子商务长远来说还是很好的短期内不是最好，但是长远来说还是很好的。第三个，这3个股票都是不错的股票，所以我们到第4和第5步，第4步就是要留意，用技术指标来留意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好的买入的机会那我个人会等待到3个技术指标都出现一个买入的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买入的胜算就会高很多，我们买入的信心就会高很多那希望我今天这3个股票的分享对你有参考的价值欢迎大家对这3个股票有什么看法，在留言区留个言如果有其他的股票你也想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留个言，有足够观众有兴趣的话，我会为大家来做个分析。那下一次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在美股我最看好的几个股票，那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了。下次见。被骂，瞪大。OK 撈底了嗎 ？OK 係咯，簡單。